我之前就看到这个游戏特别火，果然你看这2天大家都在讲这个游戏《黑神话：悟空》。连我这个不玩游戏的人我都知道了。对，我其实呢倒是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挺不容易开发出来的游戏。我了解了一些啊，就是开发过程中的事情。我觉得对我们自己，对我们做的选择，从过去看，还有往未来去看，都会有一些启发。那我倒挺想听你说说，因为我以前在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中国的去美国上市的游戏公司，我做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我对游戏行业也很有兴趣。巨人，对。他讲的啊，是可能就是你那个时候，就是在2015、16年的时候，你知道，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分别这种叫3A 游戏，他们的市场规模都已经达到了100亿美金、50亿美金，但是去到中国就只有1亿美金。3A 好像是一个评级是吗？不是，3A 是他们游戏公司内部的一个术语，它指的是资金、时间和人力成本的消耗都很高的一种制作。相当于你可以认为芯片那就是做一个图形卡，如果你是电影的话，就做了一个好莱坞大片这种感觉。是这意思。那它对应的大概就是这个游戏你每玩1个小时，他们背后的制作成本是1500万到2000万。这么高。那整个游戏可能要几个亿了，不过发售当日就收回来了。因为你看，对，因为你看在我们国家经历过一些什么，经历过这个中间什么游戏版号啦、防沉溺系统啊，一大堆事情，所以大家早就不再去制作3A 游戏了。大家就是转向后来什么叫页游、端游，就是主要是在手机上面的。手机端的这个开发成本低，但是这个创始人也不是创始人，就这个游戏的产品经理，他就在考虑一个问题，他很恨的就是怎么游戏都在考虑让你多买金币啦，让你互相骂起来啊，让你要沉溺其中啊，他们每天考虑都是这个问题，很毒性的。是的，是的，就以前我们做游戏上市公司，我们也发现说它的收入来源，因为它首先里面没有办法做什么广告业配嘛，它的这个来源就是靠开发各种各样的装备，然后让买家花钱去买这个装备，实现它的收入嘛。对，他做的3A 游戏呢是单机版的，就是你一次买断就可以一直玩下去的。但那个价格会比较高，对设备要求也很高。总之就是高投入，难度很高，然后要玩也不容易，但是呢就会获得极致的这种影音视听还有文学音乐上的这种体验。我懂你意思了。就我以前因为做上市项目，我们也去试玩那个游戏嘛，我觉得大家都会把游戏广告上面做的特效特别好，但是你实际玩游戏里面你是感觉不一样的，天差地别，非常简陋，然后就是一些人物养成类的，还有战斗类的游戏。是，它是战斗晋级，它是战斗。但只不过呢，现在它整个开发都已经很就是用了很高级的一些游戏引擎了，所以内部的都是非常非常精美的。那说回来呢，就是这个创始人，你看别人说，哎呀，中国都早就不做这种3A 游戏了，他偏要去做，所以他在成功的过程中，人家给他总结有一个点，就是叫做去找那种非共识。非共识这也是我特别想要去了解的一个词。你知道吗？这听起来有点像以前那本书叫少有人走的路的感觉有一些这个意思的。对。那他做的非共识就是大家都不看好，中国只有美国的1%的市场。但我想大家也不是傻子，在商业上的人都是很聪明的，他们不去做，不恰恰就是因为在中国做3A 游戏太难了嘛，失败率太高了嘛，也没人愿意投这么多钱嘛。不过他在这里面就认准了这个机会，当然有很多很成功的运作，最后使得这个黑神话悟空一炮而红我甚至看到很多台湾网友都觉得说，感谢你开发这么好的游戏，没有这么多什么这个地区跟那个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论，说大家都很享受这个游戏，很享受这个文化。对，我其实一开始知道这个游戏是因为我用的一款中文社交媒体软件，它的开机画面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毛细孔还有毛发的这个在
猴子脸上的这样一个开机画面，我才知道这个游戏。然后当时我就是在想，哇，这个很聪明，因为我知道孙悟空这个形象不光是在大中华地区，还其实在日本和美国都是非常受到尊崇的。是的，日本人他们不是有什么七龙珠里面那个人，他叫悟空嘛？对的。然后台湾有一本书叫《悟空传》，我那时候也看过。然后美国人他就认为这个孙行者他是一个离经叛道，然后颠覆传统，去挑战权威的形象。所以我当时就想，哎，这个切入口很聪明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传统对于孙悟空的中国人的认知是那个京戏里边那个有点蒙太的猴子，但是他把它还原成了《西游记》原著里面那个狰狞的这个孙行者的形象。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很了不起。是，其实他故事本身啊，和我要分享的一些点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悟空他在里面面临大量的道德选择，他要追寻自己的天命，做神仙。但人家说神仙不也就如此，打打杀杀，长得也很丑陋。他说你还要做这个神仙吗？他还有很多的命运选择，就是有可能妖又不是妖，仙未必是他原先认为的仙。其实这个也是他黑的原因。另外他的画风也很黑。天命都是贪心，我们年纪这么点，我也去当个天命人玩玩。成了神仙又如何？不是一样，打打杀杀，丑态百出啊。那讲回来，这个非共识对我的启发就在于，哎，很少有人走的路啊，只有1%人觉得对的地方，有可能恰恰是机会所在。我还记得刚到大马的时候啊，参加了一个原先我们公司的 LP， 他们已经做的台湾最大的一个半导体公司，然后在东南亚成立一个 LP， 他们就组织了一场 LP 的大会，那个大会的标题就叫 Contrarian Bet。后来我就知道，哦 ，Contrarian 这个词其实还有很多意思呢。这个词儿，哎呦，我真是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怎么拼啊，啥意思啊？就是 Contrarian。Contrarian 呢，就是你讲的是很少人是这样想的。其实你看了，你最近在看芒格嘛我也发不太好。Contrarian investing 就是逆向投资的意思。然后contrarian view 就是逆向思考，或者有些人讲叫非共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他们投资界为什么它要叫 contrarian bet， 就是在投资界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就是去找一个洼地，在很少人去思考的地方，在非共识的地方，他们要能够去找到新的机会。哎，你那场会议上面不是还有一个专门关于马来西亚的这样一个？他就是把大马称之为叫洼地 a contrarian bet。你们好像都不了解，其实大马怎样有机会？你想，这还是1年前，很多安华的汽车啊、半导体的政策啊都还没出来。是，所以我就让我想到，像我们到这里，因为还是被很多人看不懂啊。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为什么要到这里啦？包括但凡讲到什么马来西亚落后啦，怎么不好啦，迷信啊，就会有很多人去看。这好像就是大家的一种共识。那么我们要选择大马，不就变成一种非共识吗？你觉得有点像中国的俗语叫什么灯下黑啊，什么就这种感觉，就是大家关注的那个众目的焦点在那边，但是众目焦点之下的那个黑点，也许就是你所说的那个 contrarian。对的，就我还一直很庆幸的，就是说。我们做的是一个少有人的选择嘛。对，在中国的人来讲，你看他们的共识是什么？共识就是，哎呀，我有能力，我就要去移民美加澳新。我心里的 OS 是，咱够格吗？人家欢迎咱吗？但这是大部分人的选择嘛。很多人不是，他倾其所有，哪怕他是中层，他到美国或者到加拿大去做一个底层，他觉得我也要做这样的选择，完全不顾可能面对的辛苦和各种困难嘛。我觉得这个就叫共识。但是随着深入的研究，我就发现，所谓的共识啊，在不同的地方是会变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观众留言，他会觉得你怎么不盼着国家好啊？或者说我就不能去提一些反对的意见啊？我们的医疗制度挺好的，那个是在中国的共识。可是你到大马再一看，这个共识变了。就是你所在的那个群体的那个池子在哪里？对，其实我觉得池鱼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样？不同的池子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所谓的共识只是更多人的一种 majority 的想法。那人家投资的时候讲 OK， 我要找一个非共识，我觉得这也未必对，因为我时常在考虑，就是你非共识你未必是正确的，因为很有可能非共识是错的嘛。我就是想说这个问题。对。
因为1+1我说等于3，有可能你能够研究出一个什么黎曼几何啊，什么很厉害的哥德巴赫猜想，但是你就绝大情况下你可能就是错的，对的，所以我就发现共识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在共识之上和共识能够形成一个交集的应该是常识。这不也是芒格经常强调的嘛？什么在同里去摄于啊，获得幸福的生活就是不要嫉妒啊，降低预期啊，就这么简单嘛。对，你回到那个游戏上来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共识就是找到了孙悟空这样一个形象主角切入点，因为这是大部分人能够认同的一个非常好的角色，对吗？是的，有的所谓的叫人物晕轮啊，还是叫湖光啊？对，但你看什么是非共识？就是现在你还在做3A 游戏，对，而且是大投入，还在搞游戏，你也可知道最近可是新华社去采访了这个发行人叫冯骥啊，说你怎么不容易啊，帮我们做文化输出啊。可是你也知道，游戏在中国以前被官方所认可的态度是怎样的？几乎是被按在地上摩擦打压的。多少公司被关闭了？这个是游戏面。那他去做游戏是非共识，他做3A 的单机游戏是非共识。但它的常识是什么？就是说，既然是1亿美金，美国有100亿美金，那这里面一定具有巨大的空间，这一定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的，有些是常识，你看它就不会随着地域改变，因为它是在一段时间内的普世价值。比方说，我们就想要获得幸福的生活呀，我们想来想去工作赚钱，不如把自己小家和自己的开心照顾好更加重要呀。对，而且你这款游戏里面的常识里面，就是对于美的一种孜孜不倦的去打磨和雕饰嘛，因为你视觉上做的美轮美奂，就像电影制作一样，大家是能够感觉出什么是好货，什么是差货，做出高质量的产品。对，这个东西是 universally accepted 这样一个 norm 在那边。对的，它的这里面的美工的设计之精细啊，还是用的音乐啊，连我都想玩了。然后再加上你所熟悉的一个古典的故事，这真的很多不玩游戏的人都特地为它去配置一台电脑去玩。所以这个就是常识和共识之间的关系。那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的一个独特的思考了。我就发现，如果这个事情是一个常识，是这么简单，你就应该是认为对的，不要而且是很少人认可的，是常识又是非共识，那就叫做又紧急又重要，你应该马上就去做。比如说我们很快，我们速几个月就选择到了大马，没有太多挣扎考虑嘛。对，就是套用你刚刚所说的，你所在的那个池子里面，也许认同的你很少，但是你的这样一个观点，在另外一个池子里，在另一群人、另一个国度里的另一群人，他们可能觉得这就是正常的常态，对吗？你不要去管，就说认可你的人多还是少。对，所以我想说，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也不是说就自己在那边空想，我们也是有很好的、很聪明的，然后看得很长远的一些朋友们。他们是在背书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首先我觉得要遵从的是常识，你看到的危险是什么，你自己不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去选择了，这个叫常识。但很多人会限于共识，他会觉得说，那我的别人都觉得我的工作没法保住啦，我接下来父母怎么办啦，房子怎么办啊，我觉得你不要这样去想，所以你脱离共识有可能是感到很痛苦的。而且呢，也不是说就是大家有共识的人他就一定不对，因为它会形成一种强大的一种传统力量嘛。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很俗，但是很难听啊，我把它改变一下，叫傻瓜的共识也是共识，它会形成一种群体的一种力量。对，那么再讲回来，如果这个是常识，它又是共识，那就说明这个事情很重要，可能不这么紧急，不过你也要去选正确的去做。对啊，对。那么再接下来，如果这个不是常识，就它有可能是不对的，那它也不是共识，这样的事情你就不要去做。它这种事通常是非法的，对吧？但大家不认可，除非你是天才，你可能在这里面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定理啊，或者是规律啊，那也有可能。不过你应该自己有个 red flag。捞偏门的事情。对的，对的。不像你讲这个就有道理啊。到了大马，有多少人，比方说也想让我们去捞偏门啊？是吧？很多他想让你做的事情都是投机取巧的，或者是走一个 shortcut 的，或者说其实是会涉及到一些很危险的事情，那你不要去做，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常识，对吧？对，对，这点也是我特别有感触的。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我们自己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了很多，但是最打动我的是，我们看到的是大家坚信的一份说，好好做，把你的东西做得好，自然是会有人来的。它的静待花开的前提是我把自己的东西给拾掇好，而不是像很多我们看到的商业教程里面，先把各类的 smart shortcut
先把它找出来，然后去找这些捷径。比如讲说我们做餐饮业，中国的科技与狠活大家都知道，然后把价格压得很低，但是我们也有朋友，他们就是最后很快的扩张之后又是很快的倒下，不长久。对。对，这种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讲的第4个东西，就是它不是常识，就你不能给别人提供很健康的食材，但是呢，它是一种共识，很多人都开始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了，对，去做简单的事情，那这个是往往是最有诱惑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生活中要注意要去提防。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社会的共识就是要有定力，要有所不为。对吗？对，我们顺势而为的是你做的吃的东西是你自己也日常能吃的。对，以手用我心烹煮这个食物，对，肯定是你自己都觉得放不下的，觉得哇太好吃了，你才愿意给别人啊。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去碰，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验标准嘛。这是我想讲的共识和常识。我觉得我们要守住常识的底线嘛。那如果你还发现有些是非共识，那么恭喜，有可能就会有很好的机会，或者你做了很好的选择，不要因此而感到孤单困惑。这是从这个黑神话悟空里面看到的。对，还有就是我就在想，他们这么巨大的投入啊，我不相信他们是一帆风顺的，不丰盛，当中肯定有很多不丰盛，对吧？那个制作人自己说是岂止9981呢。OK， 在接受采访时候说的。这就想到前2天我看的一个以《西游记》为题材的小品里面，他说的就是说你是过一世度一人，还是说度众人？其实我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你要寻找的这个过程也是度自己嘛？你让自己去经历这个磨难，然后面对磨难，我们不说拥抱磨难，但至少我是迎向磨难，而不是中途就放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每一次尝试是要调整再去试，这个也是很有禅意的一种表现。对的，好，很高兴跟你分享。对啊，谢谢。天命，你还想要吗？